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讲关于亲情绑架这件事情。血缘关系呢，本该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亲密的关系，它是我们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时第一认识的人。人们呢，都很渴望从这段关系中呢，得到无私的爱以及关怀，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幸福美满的人生。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有哪个家庭呢能够做到100%的幸福美满呢？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过有哪个家庭能够一直维持快乐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爱总会诱发出种种的恐惧产生。因为爱，亲情之间呢会互相担心，也因为爱，亲情呢很容易让对方感到难过。每天要忍受长辈的唠叨，隐忍儿女的叛逆，失落于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年龄的代沟让彼此无法互相理解以及包容，或者长辈总是让自身的经历来凌驾于孩子，对孩子的控制欲毫无察觉。之前我所说的例子呢，都是几乎很多的家庭经常发生的事情。爱本该是让人感到幸福喜悦，但是人们总是通过它呢，体验到负面的情景。这让我们开始思考，难道这就是爱的真面目吗？我们对爱产生了多少的误解呢？亲情确实是生命中美好的祝福，但是如果拿捏不好，它也可以成为可怕的枷锁，一个让人不敢反抗的道德条规。父母或长辈呢，与孩子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报答养育之恩的筹码。因为这个名义上的爱，父母为了孩子牺牲自我而忍受了许多的委屈，孩子因为感到愧于父母而想尽办法补偿，去让父母开心。这个愧疚无形中带给人们压力，以至于所谓的道德绑架这个词汇出现。认为父母为了孩子吃这么多苦，孩子应该要对父母负责才对，去回报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个现象说好听一点就叫孝顺，如果不好听一点呢，就是还债。父母为了他们牺牲，所以孩子欠父母一个幸福。为了能够做到孝顺这一点，孩子的人生决定和父母的关系呢，夹在中间痛苦挣扎。小的事情从决定孩子的喜好兴趣，到大的决定孩子的事业、婚姻指示，它深深地牵涉到孩子每个人生的重要决定。人生本该是自己的，可是为什么非得要父母和孩子去牺牲自我来成全对方呢？孩子真要对父母的牺牲负责吗？父母的爱是伟大的，为了孩子呢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同时呢，也觉得自己很辛苦，必须承担许多的责任。很多的家长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就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到孩子的身上，却忘记了去爱自己。这个社会非常提倡爱以牺牲自我为榜样，来展现生命的伟大。经常我们会通过新闻或媒体看见很多的父母呢，为了供孩子读书，或者是提升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辛苦的努力赚钱，为了让家人有个充裕的生活。经常听见有些家庭呢，一人背负全家人口的责任，全家人呢都需要靠他来养的案例。当这些事情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你看网络上的底下评论通常都是称赞父母的伟大，体恤父母的辛苦，认为孩子以后应该要怎么回报父母的恩情等等，是这一切是身为父母可以达到的最佳标准。这些社会风向导致许多人把这一切归类为正面的教育题材，父母也不知不觉往自己身上揽下了许多沉重的责任，认为这一切都是身为家长的本分，一味的牺牲付出，却没有去衡量付出的界限在哪里。当这些付出并没有让父母感受到他的人生有变得更好的时候，心态会开始慢慢的不平衡，开始向孩子去索取他认为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潜意识开始会认为他自己无法过得好都是因为孩子。当这些信念产生的时候，父母都会无意识的把这一切展现在日常生活中去对待孩子。我们辛苦供你读书，你的成绩竟然这么差，我现在所养你的，你以后必须还我。
我都是为你好，为什么你就是不听话？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以后养我是你的责任。就好像把心血投入到股票里，等待捞回本的感觉。如果孩子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那都是孩子的错。如此的亲情关系开始从爱演变成执念，这严重起来啊，对父母和孩子也是一种精神折磨。我们在这里先搞清楚亲情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生命中为什么会有亲情呢？它的关系永远不变，一当就是一辈子。无论你承不承认，你们之间呢就是有血缘关系，流畅着彼此的基因。但是对于灵魂来说，这一切只是暂时性的，等时机到归西的时候，这一切什么都不是了。而以人的角度来看，他和夫妻、友情、伴侣、敌人的关系都不同。你在此生呢，你可以不结婚，没有朋友，但是你不可能没有亲人。它是每个灵魂生下来需要面对的课题。它带给我们最大的课题就是体验无私的爱。在无私的爱中是没有亏欠、愧疚和怨恨的，而是呵护、包容以及理解。亲情让我们在关系中学会互相付出，同时也让自己体会学习什么是爱以及如何去爱。当你能够从中体会到爱，你内在所感受到的会是富足、幸福、美满，而不是引发你的不甘、委屈的情绪。但是在这个世界，人们总被教导要去爱、去善待别人，却没有察觉到，在自己有能力付出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去爱自己。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因此，你所付出的爱永远无法得到对等的回馈。认为逼迫、限制、恐吓都是对孩子最完美爱的展现。我相信来看这支影片的人的经历呢，肯定有源于你父母对你造成的心灵创伤，甚至有些人可能在怨恨父母所对他造成的一切。每个人都有源于家人所带来的快乐和不快乐的回忆。那在我实修疗愈的过程中呢，这些记忆会在适当的时机自然的出现，让我发现到许多我已经想不起来的事情，还依然停留在我的潜意识里，没有清理掉。那这些还没清理掉的能量呢，它无形中正在影响着我的性格以及信念。比如我会比较没有耐性啊，没有自信啊，或者对某些事情产生某种偏见的时候，那这些偏见呢，都是源于长辈所灌输的信念。在我发现到很多不对的信念从他们的身上展现的时候，我曾经也想要跟他们表达我的想法，但是他们的小我很吵，很抗拒，听不进去，很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也就算了。在这个疗愈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到父母如何对待孩子，都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方式。他用恐吓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因为他的内在有许多的恐惧存在，对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不安，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认定孩子未来所看到的世界和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这一点恐吓算不了什么。他对孩子没有耐心，是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耐心。一旦事情解决不了，他就不停地指责自己，而不是去体谅自己。他不懂得倾听、尊重孩子，是因为他从小也是这么被对待的。长辈没有尊重他，反而让他产生了一个信念：孩子什么都不懂。他很抗拒孩子哭泣，是因为他不接纳自己脆弱的一面，他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每一个面向。所有造成的伤害呢，都是源于他们也很痛苦，不知所措。他们也只是正在学习的灵魂。身为觉知者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给他们更多的包容以及谅解，并且调整好自己，不要再让这些千年的错误再次重演。真正的爱必须从自己做起，把自己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你永远不需要去牺牲自己的人生来为别人而活，即使他是你的孩子。每个人生都是自己的，你儿子以后也会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你不可能够陪他一辈子，你也不需要为他以后的人生负责。真正的爱是放手让孩子自由独立去过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让自己去牺牲自我，揽下不该承担的责任为他而活。或许有些父母会说，不行，他是我们的孩子，我做不到放任他们不管。
我在这里所说的放手呢，并不是说让孩子自生自灭，父母什么都不需要做。以社会的角度来看，父母确实是对孩子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了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运转的方式。在孩子达到成人之前呢，在法律上会有很多的事情，孩子是无法独立行动的，必须要有辩护人看管。在这期间呢，父母是需要给孩子全面的教育以及帮助。在孩子年纪还不够成熟期间呢，父母所需要做的就是去教导孩子如何能够独立的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让他们学会去爱自己做起，而不是一味的去依赖别人，向别人索取。这是成年人在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的时候必须知道的事情。要不要有孩子都是他们的选择，就算是意外降临也好，那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过很多父母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导致如今的情况出现，他们开始向孩子索取他所牺牲的爱，而没有意识到爱本来就没有所谓的牺牲，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价值数目之分。孩子本来就不是父母的财物。很多的父母在心智还没成熟的情况下，就懵懵懂懂被命运和社会的声音推动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这对孩子和父母来说都是一场考验。父母永远不需要等待孩子给他爱，而是他愿不愿意给自己更多的爱。孩子或父母从来没有欠对方什么，亲情只是生命带我们去学习爱的体验，没有所谓孩子欠父母，或者是父母必须对孩子的人生负责。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这段关系学习时不小心偏离了爱的意义的路。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是灵魂正在学习累积经验。没有经历过错误，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呢？或许有人会说，只顾着爱自己的话，会不会显得自己很自私呢？自私和爱所展现出来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自私呢，是源于内在的匮乏，觉得自己什么都缺，所以会紧抓着一切不放，不允许与他人分享，因为他都已经觉得自己已经不够了，觉得自己已经过得不好了，不应该去帮助他人，认为比起他人呢，自己更需要帮助。所以呢，在他的眼里呢，只有自己。而爱呢，是会让你感到富足，会感觉到自己拥有很多的时候，你不会贪，你也不会觉得自己缺什么，所以你很愿意把你的爱去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这也为什么每个人必须要先去爱自己。心灵无匮乏的时候，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去付出，并且为此感到快乐，而不是牺牲了很多之后换来的是伤痕累累的自己。很多时候，父母所牺牲的未必都是孩子想要的或需要的。父母会觉得孩子欠他的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给自己爱。孩子也不需要为父母负责什么，不需要为父母的下半生负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并不是我们的义务，因为生命都是平等的，和年龄、资历、辈分无关。只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我们的文明呢是规定由父母在初期的时候去负责照顾孩子，所以我们会这么做。但是从宇宙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每个生命无论哪个年纪都没有分别。当你回归灵魂的视角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父母也是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有可能比你还年轻。表面上看的话，我们的父母年纪比我们大，样貌啊、体质啊比我们还要成熟，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内在还只是个孩子，他们只是一个活在老人躯壳里的小孩，在地球不知所措，摸爬滚打。反之，一个孩子可能还里面住着是一个古老的灵魂，你也不知道。所以年龄呢，只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选择照顾父母，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是出于爱。因为爱，所以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去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因此而失去自我。这种爱会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快乐。很多人是因为碍于良心过意不去，而去承担所有的责任，扛下所有的压力，让自己不好受。这些孩子也重复走了父母曾经走过的道路，去牺牲自己。这其实并不会让灵魂的体验变得更好，你只是正在消耗自己。
在爱人之前，永远要先爱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所要做的，就是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真正的爱是让你去学会，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本身就是爱，而不是让你失去自己。去看清你付出背后的情感是什么。如果换来的是负面的体悟，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从这个情景抽离，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才是你的责任。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很多方式是可以解决的，未必需要去牺牲自己的人生来成全。这个需要人的心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才能够办到的。如果你把自己局限在道德的框架里，那你很难抽离出来。去想想，去感受，什么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身为父母也要学会去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每天指望外人能够为自己做点什么。比如依赖孩子，每天盼望孩子能够回来陪他。孩子想要怎么去爱父母，都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而不是父母用命令或者道德绑架来让孩子去屈服于他们的话。因为亲情本来就互不相欠，只有你情我愿。学会独立的创造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把自己的期望建立在孩子的身上。放过孩子，也让自己自由，因为爱不是占有，而是祝福。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